大家好，我是明德君。通过传统文化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从庄子故事中感悟人生与大道。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星空中，庄子以其独特的思想和奇妙的故事，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田子方》中的庄子见鲁哀公和文王观钓者这两则饶有趣味且蕴含深刻哲理的故事。先看庄子见鲁哀公。庄子拜见鲁哀公时，鲁哀公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意思是鲁国到处是儒学之士，很少有人追随庄子学习道术。庄子却出人意料地回应：“鲁少儒。”鲁哀公十分不解，全鲁国的人都身着儒服，怎么能说儒者少呢？庄子解释道：“真正的儒者，戴圆帽的通晓天时，穿方鞋的懂得地理，佩戴五彩丝带细玉珏的遇事能果，断决断。但君子怀有道术，不一定非要穿这样的服饰，穿这种服饰的也未必真懂道术。”庄子建议鲁哀公下一道命令：“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鲁哀公照做后，5天之内，鲁国竟无人敢再穿儒服，唯有一位男子身着儒服立在宫门。鲁哀公召他询问国事，不管如何发问，都难不倒贴。庄子于是笑道：“若大鲁国仅有这一个真儒者，能说多吗？”这则故事是对只重外在形式而忽视内在实质现象的深刻批判。真正的大儒不在于外在的服饰标志，而在于其内心对儒学精髓的深刻理解和体悟。穿儒服的人可能只是徒有其表，并无真才实学。他提醒我们，体悟大道不能被表象迷惑，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哲理同样适用。如今，很多人追求外在的包装和标签，比如拥有名牌、学历、高档物品，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但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自身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和内在修养。就像那些没有真本事，仅靠学历证书装点门面的人，一旦面临实际工作的挑战，很容易原形毕露。真正的强者是那些在日常中默默积累、练就过硬本领的人。他们无需华丽的外在装饰，自身的实力就是最好的证明。再看文王观钓者的故事。文王前往臧地巡视，看到一位老者在钓鱼。奇怪的是，他看似在钓鱼，心思却不在钓鱼上，并非以钓鱼为目的，而是别有深意。文王觉得此人不凡，想任用他处理国事，却又担心大臣和父兄们不满，想放弃任用，又不忍心百姓得不到庇佑。于是文王心生一计，清晨对大夫们说：“昨晚我梦见一位贤良之人，黑面长须，骑着杂色马，且有一只红蹄。他命令我把国事托付给臧地老者，百姓就能免除苦难。”大夫们惊恐地说：“这是先王计。”文王提出占卜，大夫们认为先王之命无需怀疑，不必占卜。于是文王迎接臧地老者，并授予政事。臧地老者掌权后，既不更改以往的典章法令，也不发布新的政令。3年之后，文王巡视国内，发现诸多可喜变化，各种朋党解散，长官不树立个人功德，标准不一的良器不敢进入国境，私党解散，民众便能一心向上；长官不立个人功德，便能专心于国事，标准不一的良器不入国境，诸侯便没有二心。文王将臧地老人拜为太师，请教政事能否推行于天下。臧地老人沉默不语，早晨接受指令，晚上就逃走了，从此再无音信。颜渊曾问孔子：“文王还不足以取信于人吗？为何要假托于孟呢？”孔子回应：“别再说了，文王已经做得很完美，你何必议论呢？他只是顺应时势罢了。”这则故事展现了庄子所推崇的无为之治理念。臧地老人钓鱼时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种态度正是文王和庄子欣赏的为政之道。文王任用臧地老人后，天下大治，说明顺应自然的无为之治切中大道要害。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急于求成，做事情时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却往往事与愿违。就像钓鱼时越心急地晃动鱼竿，鱼越不会上钩。治理国家也是如此，统治者过多干预，反而可能让国家陷入混乱。历史上，许多朝代因过度干预经济，限制百姓的生产和交易，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与庄子的无为之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在无形之中促进社会利益，效果比刻意追求社会效益更好。所以，在治国理政上，
统治者应像臧地老人一样，看似无为，实则顺应自然规律，让百姓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实现自我管理和发展。从这2则故事中，我们还能领悟到人生的智慧。无论是追求学问、提升能力，还是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们都不应被外在的表象所迷惑，要注重内在的积累和修养，同时保持一种顺应自然、不急躁、不功利的心态至关重要。就像考试前，若能放松心态，顺其自然，往往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若过度焦虑，反而可能影响考试成绩。在人生的道路上，无为并非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稳重和从容，不被外界的压力和诱惑所左右。这样，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我们都能坚守内心的宁静，以平和的心态迎接生活的挑战，在人生的海洋中稳步前行。庄子通过这2个故事，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深刻的哲理。这些哲理跨越了千年的时光，依然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浪潮中，我们更需将庄子故事里的哲理融入生活细节，让其切实地指导我们前行。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庄子见鲁哀公的故事督促我们要专注于自我能力的提升。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里，不少人热衷于获取各种证书和头衔，以为这就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但真正能让我们在职场中站稳脚跟，获得长远发展的，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对专业技能的深度掌握，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互联网行业，一些人仅凭借参加短期培训，获得了热门技术证书就投身其中，却缺乏对底层逻辑和实际操作的深入理解，一旦面对复杂的项目需求，便显得力不从心。相反，那些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不断钻研技术提升业务能力的人，即使没有华丽的证书加持，也能在行业中崭露头角，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也常被表象所误导，有的人善于言辞，初次交往时能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但深入了解后才发现其内在空洞，缺乏真诚和实际行动。而那些不善表达却默默付出的人，可能在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善良和真诚会逐渐被人发现，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这就如同庄子所讲，不能仅凭外在的言语和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本质，而要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相处，去发现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品质。文王观调者所蕴含的无为之治理念，对我们的生活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给自己设定过多的目标和计划，急于求成，结果却往往因为压力过大而无法坚持。比如健身，很多人一开始雄心勃勃，并制定每天高强度的训练计划，但由于过于激进，没过几天就因为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疲惫而放弃。如果我们能顺应自己的身体节奏和生活规律，制定合理的健身计划，循序渐进，反而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又比如教育孩子，有些家长总是急于让孩子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施加过多的压力，结果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家长能够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成长规律，适当引导，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发展自己的特长，孩子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庄子的这2则故事宛如2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们提醒我们在追求人生目标的道路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外在的繁华和喧嚣所迷惑。我们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和能力的提升，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得失。同时，我们也要学会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急躁，在无为中实现有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和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生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让我们将庄子的智慧铭记于心，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人生篇章。